你是不是为了想减肥，每餐都在跟美味的淀粉进行痛苦的断舍离？每天看着香喷喷的白饭，刚出炉的面包，明明心里想吃的要命，却只能一边流口水，一边逼自己去吃淡而无味的鸡胸肉。结果常常因为饿得太痛苦，到了半夜理智线直接断掉，反而暴饮暴食，吃下更多宵夜。隔天看着体重计上的数字，一边崩溃，一边陷入深深的罪恶感里。如果这就是你的日常，今天这支影片将会彻底拯救你。因为最新医学研究发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真相，让你身材走样、体质居高不下的元凶，往往不是你吃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在每一餐里第一口先吃下了什么。只要改变吃东西的顺序，就算完全不减量，照样吃淀粉，你也能轻松启动身体的燃脂开关。这不是什么神奇偏方，而是纯粹的生物学。只要跟着影片做，3个月内你就能不知不觉降下体脂，少吃还变胖。你踩雷了。很多人一定觉得非常委屈，明明自己平时吃的比身边的朋友还要少，为什么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怎么甩也甩不掉？每次只要多吃一口饭，肚子就会像吹气球一样瞬间凸出来。如果你有这种困扰，这代表你的身体已经陷入了极度危险的血糖云霄飞车。请你想一下自己平时吃便当的习惯，当你肚子空空，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时，你是不是习惯拿起筷子，第一口就先大口大口的扒饭，或者是先把热腾腾的面条塞进嘴里？当你第一口吃的是这些精致淀粉时，这些食物会像泄洪的洪水一样，在短短15分钟之内转化成大量的葡萄糖，疯狂冲进你的血液里。这时候你的血糖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一个非常陡峭，而且在医学上极度不健康的暴涨曲线。而这个暴冲的血糖，就是把你变成外表看起来瘦，体质却超标的泡芙人的最大元凶。当你的血糖突然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暴冲时，大脑就会立刻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并强制命令身体里一个叫做胰岛素的家伙出来收拾残局。而这个胰岛素在医学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名字，就叫做脂肪囤积荷尔蒙。胰岛素为了保护你的血管不被高血糖破坏，它会像疯了一样把血液里过剩的葡萄糖通通抓起来，然后毫不留情地塞进你的脂肪细胞里保存。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吃的不多，肚子上的脂肪却越来越厚的原因。更糟糕的是，因为胰岛素刚刚抓糖的动作太猛，分泌的太多，会导致你在饭后2个小时，血糖突然瞬间跌入谷底。这时候你就会开始疯狂打哈欠，脑袋一片空白，完全无法专注，而且会产生强烈的糖瘾，疯狂渴望喝手摇饮或吃下午茶。这不是你意志力薄弱，而是你被血糖绑架了。想要彻底打破这种下午昏昏欲睡，肚子疯狂长肉的恶性循环，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利用科学界最推崇的次序饮食法，把刚刚那条恐怖的血糖云霄飞车变成平缓又安全的小山丘。这套方法的精髓就在于，当你下一餐准备动筷子时，你的第一口请毫无疑问地选择蔬菜，也就是膳食纤维。当你空腹吃进大量青菜的时候，这些纤维会在你的胃和小肠壁上迅速铺上一层非常厚实的物理防御网。这张纤维网子非常厉害，它就像是在原本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上设下了一道道严格的收费站，能够极大的延缓后续所有糖分被肠道吸收的速度。如此一来，葡萄糖就只能乖乖排队，非常缓慢地进入你的血液。我们从源头就直接阻止了血糖暴涨的可能，也让脂肪完全没有机会在你的体内偷偷囤积。当你把餐盘里的蔬菜吃得差不多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2步，也就是吃蛋白质与脂肪。请你大方地拿起桌上的肉类，鱼肉、鸡蛋或者是豆腐。当你吃完蔬菜，接着把这些优质的蛋白质送进肚子里的时候，你的肠胃系统会受到刺激，开始自动分泌一种叫做 GLP-1 的荷尔蒙。如果你平时有关注各种减肥新知，你一定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因为现在全台湾甚至全球最热门的瘦瘦针或是减肥笔，
它们的核心成分模仿的就是这种荷尔蒙。这个神奇的饱足讯号会直接传送到你的大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饿了。同时，它还会大大延缓胃部排空食物的速度。这意味着，当你进行到第2步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有6、7分饱了。这时，你的身体正处于一个非常平稳、舒服的消化状态，完全没有任何暴饮暴食的冲动。当你完成了前面的蔬菜和蛋白质步骤之后，现在来到了最令人兴奋的第3步，你终于可以带着完全没有罪恶感的心情，快乐地享受你的淀粉了。这时候，不管你是想吃白饭、吃面条，还是吃地瓜，因为你的肠道早就已经铺好了膳食纤维的物理防御网，胃里又有刚刚吃进去的优质蛋白质在慢慢消化。这时候进来的葡萄糖只能像爬小山丘一样，非常缓慢且平稳地释放到血液之中。这时候奇迹就发生了，因为你的血糖完全没有暴冲，大脑就不会派出大量的胰岛素。当体内的胰岛素保持在极低的水平时，身体的大门就会打开，它会优先把这些淀粉当作日常能量给燃烧掉，而不是变成肥肉堆在你的腰围上。你不需要挨饿，只是换个吃东西的顺序，身体就从脂肪囤积模式切换成了高效燃脂模式。听起来非常完美，对吧？但身为每天都在外面解决3餐的外食族，到底该怎么具体执行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直接来拆解大家生活中最常遇到的2个外食场景。第一，如果你是吃台式便当店，拿到炸排骨饭或卤鸡腿饭的时候，请你绝对不要大口扒饭配肉。正确的做法是，先把格子里的3样青菜通通吃完，接着把排骨肉或鸡腿肉整块吃掉，最后才去吃格子底部的白饭。第二，如果你是便利商店的超商族，千万不要只拿1个御饭团或1盒凉面就结账，这样吃一定会变胖。正确的控糖瘦身配置是，先买1盒生菜沙拉并把它吃完，接着吃1颗茶叶蛋或喝1瓶无糖豆浆，最后才是拿你的御饭团或是烤地瓜。只要在点餐时稍微动点心思，遵守菜、肉、饭的口诀，外食族一样可以轻松瘦。在影片的最后，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关键的避坑指南，在选择第1步的蔬菜时，千万不要把马铃薯、芋头、南瓜或是玉米当成蔬菜，它们在生物学上的本质通通都是淀粉。如果你第1口就吃它们，你的血糖一样会瞬间崩溃。另外，水果含有大量的果糖，最适合摆在第3步当做餐后的甜点，千万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它。减肥真的不需要折磨自己，也不需要跟淀粉当仇人。我诚心的邀请你，就从等一下的下一餐开始，给自己1星期的时间亲自实验看看。你会发现，饭后不再想吃甜食，下午不再昏昏欲睡，精神变好就是你开始健康燃脂的讯号。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并订阅我的频道，也把影片转发给身边天天喊着要减肥的朋友。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